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婚礼前夜，我的准新郎突然失踪了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。我发疯似的找他，却一无所获。翻看朋友圈，他的一个异性好兄弟留下的线索，令我大跌眼镜。爸妈，这婚我不结了。婚礼当天，我带上双方长辈，踏上了这条捉奸之路。有一种女生喜欢全世界认哥吗？和中意的男生勾肩搭背，自称是好兄弟，大张旗鼓地搞暧昧。我们把这种人称为汉子婊。他们说自己是女汉子，不会和任何男生玩感情，实际上说话做事绿茶的一塌糊涂。而我和男友在一起时，不幸就遇上过这样一位，最终导致了感情的覆灭。刘洋，这就是你的新女朋友啊？长得一般啊，不如前一个漂亮。第一次跟着男朋友刘洋去见他所谓的狐朋狗友，我就知道这个叫徐曼的女生不简单，听说还是空姐呢，追起来应该也不怎么费劲吧，毕竟这个职业人脉广。他一看我就阴阳怪气的上下打量，随后不忘补上一句：我们都是光屁股长大的好兄弟，说话直，你可别生气啊，呵呵。这种茶味直冲脑门的汉子婊，男人或许不会区分，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好吗？老公，你这个朋友好凶，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吗？我紧紧搂着刘洋的胳膊，无辜地眨巴着眼睛，不就是比谁婊吗？谁还不会这一套啊？小迪你别怕，徐曼就是个5大3粗的糙汉，她平时都站着尿尿的，和你这大家闺秀没法比的。刘洋一把搂过我，看我满脸委屈，不满地冲着徐曼嚷嚷：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，嗓门大神经粗，一点不像个女的，从来没有男人喜欢。我看见徐曼清清楚楚地朝我翻了个白眼，随后自自然然拿起刘洋喝过的可乐喝了一大口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从来都这样，互相吃口水都不介意的，你慢慢就习惯了。我转手就把那瓶可乐扔进了垃圾桶，笑眯眯地看着他，吃口水可不卫生哦，现在幽门螺旋杆菌可厉害了，会得胃癌的。随即转身朝着刘洋甜甜地说：老公，人家想喝奶茶，生理期到了，我要热的哦。看着刘洋匆匆跑去买奶茶的背影，徐曼装作漫不经心地把他刚脱下的外套披在身上。我报以浅浅微笑，心里知道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。他就是我一个发小，比我小2岁，高中大学都在一个学校，他妈妈拜托我照顾照顾来着，真没别的意思。我发誓，那天回家后，刘洋忙不迭地主动跟我解释，我知道此时此刻要求他删除这个女人的联系方式是不明智的。正所谓大禹治水堵不如疏，强硬只会换来更大的反弹。没事老公，我也有不少异性朋友，大家都有交朋友的权利，我不会阻止你们正常交往的。正常2个字，我咬得特别重。我们交往的3年时间里，徐曼就像一个影子，报复性的时时刻刻挂在我们身边，不仅逛街看电影，连旅行和看演唱会都跟着。我知道他跟我较上劲了，没事没事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一起玩嘛。我表面上表现得很淡定，实际暗戳戳开始了反击。比如一起看电影时让徐曼坐中间，旅行时假装担心她的安全，把刘洋赶到另一个房间，自己和徐曼住一屋。时间长了，我没发火，刘洋率先发飙了：徐曼，你就没有自己的朋友和生活吗？非缠着我们干什么？我和小迪好不容易约个会，你当电灯泡不亮吗？我俩千辛万苦把时间调出来一起旅行，还不能住一起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
在又一次刘洋订好大床房的好事被徐曼破坏，刘洋终于大发雷霆，他直接把徐曼赶走，让他控制自己出现的频率，别再来打扰了。哎呦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何必呢？我做着和事佬，实际上心里乐开了花。这个女人恐怕不会再出现了吧？你少得意，你的男人我早就玩过了，想不到吧？你就是个捡漏的。徐曼恼羞成怒，恨恨地给我发信息。我知道这次他是气急了。哦，是吗？那怎么不接着玩了呢？是因为刘洋爱着我，不和你玩了吗？我毫不留情地拆穿他虚伪的嘴脸。这个世界总算清静了。今年6月，刘洋向我求婚了。求婚仪式盛大而浪漫。我偷偷看了一眼，他没有邀请徐曼。我开心地戴上了1克拉的粉钻戒指，算是定下了自己的人生大事。兜兜转转那么多年，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嫁出去了。老婆，我爱你，满心满眼都是你，再不可能容下别人。此时此刻，单膝跪在我面前。我相信刘洋是真心的，毕竟我俩门当户对，他父母对我更是100万个满意。我爸挺喜欢你的，他说你敞亮，主动婚房加名字，彩礼和3金也没闹得不开心，所以他要送我一份结婚礼物。那天，我把父亲给我们买了一辆玛莎拉蒂的消息告诉了刘洋，他高兴得差点原地跳舞。提车那天，他握着我的手拍了一张带车标的照片，朋友圈配文：左手玛莎拉蒂，右手小娇妻，我是人生大赢家。半小时后，我悄悄翻看评论，只见久未露面的徐曼留了一个撇嘴的表情，而正在兴头上的刘洋则回复：你别担心，爸爸也会帮你找对象的。我突然一阵作呕，这个女人怎么就是阴魂不散呢？利用职务之便，我查询了徐曼和刘洋这些年的航班信息，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：在我们在一起之前，2人出行航班有大量重叠。无论是浪漫的希腊，还是海天一色的马尔代夫，他们总是结伴同行，每年一起旅行约1周时间。很快，这个准老公身边的汉字表被我摸清了底细。看来他和刘洋的关系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这个女汉子家庭条件不好，所谓的和刘洋青梅竹马，同所高中大学，也多是以贫困生的身份出现。纵使刘洋对她有点感情，恐怕也绝不会选择她步入婚姻。我托他们的校友查了他俩关系，反馈很快来了。说白了，刘洋从未承认过他的存在，他不过是寂寞时的发泄对象和玩伴，掀不起风浪的。你就放心吧。中间人说起徐曼，语气很是轻蔑。他说：最看不起这种装模作样的舔狗，舔成不锈钢舌头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而我反倒可怜起这个潜伏在准老公面前10几年，最终一无所获的女人。殊不知，一件更加意外的事情正在等着我。我的新娘，结婚前3天不能见面，我该多想你啊！转眼到了婚礼前夕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我们特意将玛莎拉蒂装扮成我最喜欢的钢铁侠系列，作为明天的主婚车。接下来就静静等待，水到渠成。在我回到娘家的第3天晚上，左眼皮一直跳，仿佛心神不宁。早点睡吧，明天天不亮，化妆师就要上门了。母亲和我说了一会儿话，让我别胡思乱想，可我还是拿出手机刷了一遍朋友圈。我要用我的方式和你告别。半个小时前，徐曼发了个朋友圈。我立马拨通了刘洋的电话，那边居然挂断了，再打，再次挂断。我突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预感，我像疯了一样不停拨打电话，
从9点打到11点，总算那边接了起来。你在哪儿？我努力控制着情绪。宝宝，我在家里呢，刚才睡着了。有什么急事吗？我二话没说，挂断了电话。随即一个视频拨了过去，他不敢接。宝宝，我在厕所呢，等下上完厕所给你回可以吗？对方回了电话，语气中满是慌乱。你老老实实说，究竟在哪儿？我把电话开了免提，把声音开到最大，仔细辨认那边的动静。果然，电话那头传来穿衣服的摩擦声。我在 KTV， 满哥他们说要给我办个单身 party， 我拗不过，只好来了。这就准备走了，老婆，你别生气啊。他说的又急又快，而我已经失去了耐心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告诉我你在哪儿，和谁在一起。我提高了声音，几乎怒吼着。喂，老婆。哎呦，信号不好。对方居然妄图用装死这招来逃避，看来是打算死不承认。而等到天亮，我就要穿上婚纱，成为他的新娘了。这件事最终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桩悬案，只要他说没有，我就只能干瞪眼。然而，他低估了我的观察能力。就在电话挂断的瞬间，我听到一个女生小声的嘟囔：“真行啊！”不用说，这件事确凿无疑了。当我泪流满面地敲开爸妈卧室的门，他们差点吓晕过去。怎么了，孩子？爸爸，这婚我不想结了。我一下子哭了出来，卸下刚刚的重重压力，一下子脆弱不堪。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说了出来。不出所料，父母大发雷霆，这简直是畜生行为呀！自己婚礼前一天还搞告别青春这一套，是当我们娘家没人了吗？爸爸当场就要打电话给亲家质问，被我拦下了。要兴师问罪，就必须师出有名。我脑袋飞速运转，此刻最迫切要知道的是他们究竟在哪里。突然，我灵光一闪，那辆玛莎拉蒂。我一个电话拨打给客服，果然车辆的定位器立刻让我知道了具体位置。这个渣男婚礼前夜和发小乱搞，居然开的还是岳父送的车。这下不用多说了，我立马叫来准公婆，叫上一众好姐妹和爸妈，浩浩荡荡往玛莎拉蒂定位的酒店赶去。当赤身裸体的刘洋和忙着找被子遮挡自己的徐曼出现在同一房间，我的悲痛比想象更甚。你这王八蛋！准公公一拳打在他的脸上，他捂着头不敢吭声。你是谁家的小贱人，勾引我儿子？我儿子可是有老婆的呀！你给我滚出来！我知道准婆婆还是希望我能给她儿子一个机会，于是变着法想把徐曼弄走，让我们有个沟通的空间。可这一切早被我预料到了，看来这辈子我们没有做一家人的机会。婚礼我会向亲友们解释，全面取消。至于你，我看着蹲在地上掩面而泣的刘洋，今后好自为之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